巴黎语像中的蓝色独白，解读王一博与 Loewe 的松弛美学。巴黎雨幕下的蓝色身影，巴黎时装周的空气里，向来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香水、雨水与野心的复杂气息。在这场全球时尚圈瞩目的盛事中，罗意威 Loewe 的大秀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，它不喧哗，却自有千钧之力。而当王一博出现在这场大秀的视野中时，他并没有选择那种盛气凌人的登场方式，反而像是一抹清冽的亮色，悄无声息地划破了巴黎阴天里固有的沉闷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明星看秀的例行公事，更像是一场关于气质与氛围的无声对话。看着这组随拍，我内心首先涌起的是一种久违的宁静感。在如今这个充斥着精修图、滤镜和过度营销的娱乐时代，能够看到一组如此原生的照片，实在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王一博的出现，没有红毯上的步步为营，也没有面对镜头时的刻意营业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就成为了画面中最无法忽视的焦点。这种焦点并非来自流量的堆砌，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个人磁场。在我看来，真正的明星气场从来不是靠声量喊出来的，而是在喧嚣中依然能保持自我节奏的那份笃定。王一博在巴黎街头的这一次亮相，恰恰完美诠释了这一点，他让这场时尚盛宴多了一份属于东方的内敛与诗意。胶片质感与时间的定格，这组照片的掌镜人是摄影师Chen Yin，他的镜头语言向来以捕捉瞬间的情绪流动而著称。在这组随拍中，我们看不到任何经过后期重度雕琢的痕迹，没有磨皮到失真的肌肤纹理，也没有调整到完美的黄金比例，取而代之的是复古胶片特有的颗粒感和略微低沉的色调。这种质感仿佛给画面蒙上了一层时间的薄纱，将王一博与 Loewe 秀场的那种艺术松弛感交融得天衣无缝。胶片的颗粒不仅没有模糊细节，反而增强了一种真实的触感，让人仿佛能触摸到巴黎空气中的湿润，以及衣物面料的纹理，不得不让人感叹，在数码高清像素泛滥的今天，选择胶片质感是一种多么勇敢且高级的审美决策。高清往往意味着一览无余，而胶片则留下了想象的空间。看着这些照片，我仿佛能听到快门按下时那一声轻微的机械响动，那是时间被定格的声音。这种不完美中的完美，恰恰是时尚摄影中最难捕捉的灵魂。在我看来，这组照片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记录了人的状态，而不是明星的面具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褪去光环的王一博，一个在行走、在回眸、在思考的鲜活个体。这种真实感，比任何华丽的映照都更能打动人心，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渴望服饰解读。反奢华的精致与色彩心理学将目光聚焦到王一博的穿搭上，这套造型的精髓恰恰体现了 Loewe 标志性的反奢华的精致。在很多人对奢侈品的刻板印象中，大秀造型往往意味着繁复的装饰和显眼的 logo， 但王一博身上的这套 look 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亮蓝色的廓形夹克是整套造型的核心，这种高饱和的湖蓝色在复古胶片的色调里，既鲜明又不会显得刺眼，宛如巴黎阴天里的一抹晴空，瞬间打破了秀场的沉闷。宽松的剪裁自然不拘束身形，自带一种不受约束的随性气场，同时又用利落的线条守住高级时装的质感，没有一丝拖沓或臃肿内搭的撞色连帽设计，袖口的条纹细节则成为点睛之笔。叠穿的层次感柔化了夹克的冷硬，又增添了复古街头的随性与自由，让整套造型在高级质感之上多了几分自然的少年气息。这种搭配完美呼应了 Loewe 艺术生活化的品牌理念，它告诉人们，时尚不是高高在上的展品，而是可以融入日常呼吸的存在。每次看到这样的配色，我总会忍不住思考色彩对人的心理暗示。蓝色通常代表着冷静、理智与深邃，而王一博选择这种颜色，似乎也在无声地表达他内心的秩序感。在我看来，好的穿搭从来不是衣服穿人，而是人穿衣服。王一博没有被这件设计感极强的夹克压住，反而用他清瘦挺拔的身形撑起了衣服的骨架。这种人与衣的互相成就，才是时尚搭配的最高境界，不迎合的松弛与疏离的美学。更令人动容的是王一博骨子里的冷感气质与毫不做作的松弛状态。整组照片中，没有一张是刻意摆拍的 pose， 全是行走间的抓拍、下车的回眸、人群中的侧影、低头时的瞬间。他无需为镜头管理表情，也不端着明星的架子，眼神不刻意迎合，只是自在地行走在人群中，却自带一层疏离的氛围感。这种疏离感并非冷漠，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边界，它允许被观看，但不允许被定义。在众生喧哗的秀场外，他仿佛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静音空间，外界的闪光灯再亮，也干扰不了他内心的节奏。这种不迎合、不刻意、不紧绷的状态，
是时尚镜头里最难得的品质。我看过太多艺人在镜头前努力寻找角度，试图展现完美的一面，结果往往显得用力过猛。而王一博不用演，不用装，只需做自己，就拥有了独属于他的强大气场。这种松弛感是装不出来的，他需要内心的足够强大作为支撑。看着这些照片，我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尊重，尊重镜头，也尊重自己。他不需要通过讨好镜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这种自信在当下的娱乐圈显得尤为珍贵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冷感其实是一种温柔的力量，它不刺人，却足够坚定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，去探究那份平静背后的故事。品牌共振、工匠精神的跨次元对话，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 Loewe 持续青睐王一博？原因从来不在流量，而在于他与品牌精神的深度契合。Loewe 自创立以来，从未只追求 logo 溢价，他扎根于艺术与设计，通过简约克制的手法传达不被定义、不随波逐流的先锋精神。它的美从来不是浮夸、讨好，而是内敛、有风骨、自在生长。这与王一博的个人特质形成了奇妙的互文。从舞台到荧屏，从赛车场到时尚秀场，他从不被世俗标签束缚，不迎合流量，也不讨好大众，而是在自己的节奏里专注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并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。他的冷感并非刻意人设，而是骨子里的专注与笃定。他的松弛也不是随意懈怠，而是历经沉淀后的从容与自在。这份不被规训、永远忠于自我的特质，与 Loewe 的品牌内核天然同频。Loewe 讲究皮革的工艺，需要时间的打磨；王一博讲究技艺的精进，需要汗水的浇灌。两者都是在快时代里坚持慢工出细活的代表。每次想到这种合作，我都觉得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双赢，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共鸣。在浮躁的世间，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懂你且愿意与你共同坚守初心的伙伴，是多么难得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王一博与 Loewe 的合作已经超越了代言的范畴，变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互相印证。他们共同在向这个世界宣告，专注与自我才是最高级的奢侈品，时尚的灵魂在于人。巴黎时装周虽不乏华丽亮相与精修映照，但最打动人心的总是这种原生不刻意的瞬间。王一博的这组随拍从未是简单的品牌营业，而是他与 Loewe 默契的再次验证。在这个图像过剩的时代，我们每天浏览成千上万张图片，但能留在记忆里的寥寥无几。而这组照片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多的共鸣，是因为它触及了时尚的本质。时尚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精神的表达。它用事实证明，真正高级的时尚从来不是把昂贵 logo 堆满全身，而是人与衣物的完美契合，是骨子里的气质与态度，让时装获得灵魂。当衣服穿在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身上，它只是一件商品，但当它穿在王一博这样有态度的人身上，它就变成了作品。而属于王一博与 Loewe 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新的篇章。看着这些照片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在时尚洪流中锚定自我的身影，这让人充满希望。或许这就是我们关注时尚、关注明星的深层原因，我们渴望在他人身上看到那种理想中自由、笃定、不被定义的活法。这组随拍不仅记录了王一博的巴黎之行，也记录了一种关于成为自己的美好愿景，这或许才是他最珍贵的价值所在。